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当替身，他怎么敢啊？如果说开心麻花正在走向一条越发失望的道路，大鹏则在国产喜剧的制作中愈发熟稔。同样是近期上映的作品《超能一家人》4.0分惨淡收场，而大鹏的《热烈》再次收获豆瓣7.5的高分。同样是一眼望到头的类型片《超能一家人》，输在一味的在笑点上恶搞，《热烈》则胜在以情绪动人。今年上映的《保你平安》，豆瓣评分7.7，票房7亿。之后，6月底，大鹏又凭借《第8个嫌疑人》中陈信文一角斩获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。而我们今天要聊的《热烈》，由大鹏导演，黄渤加王一博领衔主演，一部看了开头就能猜到结尾的电影，又因为存在很多炫酷的舞蹈呈现，所以即便剧透仍然不大影响热烈观感，百看不厌是爽剧。如果说封神选了一条较难的道路，热烈则是走向了一条捷径，一个被验证过千万遍的套路。国人喜欢什么，电影几乎就给你呈现了什么，这是很讨巧的。而在剧情的展开上，大鹏同样懂得巧妙的扬长避短，给故事平凡的基调，给到简单的人物叙述。再说说热烈讲的是什么，我个人理解的是电影中的2句表述，一个是惊叹号宣传单上的一直努力就会成功，一个是黄渤饰演的丁教练对陈硕说的杂念没了，就什么都有了。热烈的是舞蹈，是竞技体育精神，更是小人物坚持到最后的逆袭。男主围绕一个惨，越惨越能体现成功的价值。父亲癌症去世，家里欠下外债，舅舅精神有问题，在家庭重重困境下养成了陈硕的性格质朴和能吃苦。一方面他需要钱，300块一场的演出和角色扮演都接，结束还得奔赴下一个打工地去洗车。但另一方面，对梦想的坚持，为了能够在惊叹号，他多次提出我不要钱。面对丁教练的转账也要一分不少的返还，以及电影中恰合时宜的幽默元素穿插。不论是开着豪车，拿不到冠军就要回家继承家业的凯文，还是1年1度喜剧大赛的冠军蒋龙，继逐梦演艺圈后继续逐梦街舞圈。这种小幽默很适合影院，容易产生一个传染俩的有效加成。从街舞角度来看，燃确实很燃，无论是现场氛围还是镜头节奏，电影似乎不可避免的有一种这就是街舞影版感觉。某种意义上来看，励志电影本质仍然是爽剧的逆袭故事，坊间津津乐道，千百年经久不衰。或许在一条被千万次验证的道路上，把套路做到极致也是一种成功，但观众是否会永远买单却是个未知数。大鹏的万能公式，优缺并存。热烈的评价并不统一，反而相对2极分化。有人观影后连声称赞，可以正式把大鹏视为一个有质保的商品片品牌匠人。有人则认为故事老套，问题很多，煽情生硬，影片十分鸡贼。有争议是正常的，但要说多烂或者多优秀，其实都未必。属于在烂片扎堆的国产电影中，一部合格的作品。就像前文提到的，剧情几乎毫无旋律，起承转折都很规律，结果就是毫无悬念而落入套路之中。此外，电影中用了很多个人训练的场景来体现陈硕这个人物的成长，但缺点是会显得短平快，没有心路历程，没有人物变化，会让角色显得符号化。但选角仍然是热烈最大的加分项。黄渤饰演的丁雷，一个深谙世事的老油条，有义气又能曲意逢迎，一个被社会抹平棱角的形象跃然屏幕之上。而黄渤的演绎让这个角色有一种自然和真实感，而王一博饰演的陈硕很内敛且沉默，
心仪的女孩主动提出加微信，以后关于街舞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你。憨憨只会不假思索我推荐你一个公众号，不懂的上面都有。整体上表演无功无过，但其中一段哭戏则成为全片最出彩的部分。王一博自身的青涩感让这段戏意外地增加了额外的感染力。刘敏涛饰演的妈妈，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关怀，动不动的碎碎念，一身的市井烟火气拿捏得恰当好处。最终，演员之间的加成，形成了1+1大于2的效果。而剧中最大的反派，也仅限于一心想要和家产一刀两断的凯文总。跳舞有实力，除了没有心，人拽不讨喜没别的问题，不耍心机也不出阴招，放在反派角色排行榜里都要掉到末流。两人的关系变化，陈硕可以是婉婉泪倾的替身，也可以是最大赢家钮祜禄、甄嬛。富二代和底层少年的较量，寒门与豪门的对立，电影用一句话做出了回复：街舞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开千万豪车飙车的富二代可以，深夜加班洗豪车的普通人可以，竞技体育的包容性百纳海川。是缺点也是优点，剧情很多地方不够犀利，故事不新鲜不特殊，但落点细腻，笑点不突兀，泪点不刻意，观感很舒适。真情流露最能让人共振，这套万能公式能让大鹏走到大众面前，但走多远并不知道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